嗨，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平常是纽约的品牌策略家，但今天先扮演一个不专业的月老地陪，让我一起带你去拜月老吧。首先要去找一个咖啡厅，跟朋友一起放松心情，聊聊天，拟定你的理想情人清单，10大点，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当然，这其中包含但不限于身高、体重、身形、个性、学历、聪明程度、外表、穿搭、职业、家庭背景、经济观、爱情观、价值观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对你来说，哪些是最重要的呢？因为我相信，虽然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是最适合、最匹配你的，但是在符合你最重要的条件下，才能够一起去稳稳的度过磨合期，再往下一阶段前进。你开完条件，你会自己去内心选择对象，或是就是真的月老在冥冥之中有做事，但是就是他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有几点就是我开完然后跟月老讲完以后，我就说哦，但是如果没有完全都符合的没关系，那有几点我可以比较就是flexible。哪几点是比较 flexible？ 我第一个好像是讲说，因为我原本是讲说身高175以上，但我想要身高175以上没关系，就是左右就好了。然后后来就是左右，这个真的还好，就是还好，我就说没关系，就不用完全符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感情专一吗？没有符合也没关系。没有，我好像是原本有说，就是最好是近一点的人比较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你好像没有列距离这点。我没有列距离，因为我后来学起来。对，要讲距离。因为我朋友那时候还说，那如果找到一个就是俄罗斯的人要怎么办？哦，你有写到一个 emotionally available， 我觉得这超重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去查我才发现，就是有这个说法，你知道吗？对，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中文比较少人在美国的 dating， 他们很多是他们会去交往，但是他没有要就是怎么样，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只是想要有个人约会，有个人就是可以聊天这样。哦。然后就是没有要更多，可是这种就是会很累。所以我就觉得这很重要。所以你不想要玩，所以会列这个。就是也不一定要就是结婚，但是就是以这个为长远的目标。我后来还要写一句什么？你写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说，就是为了找一个老婆，或者我是为了找一个，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跟我朋友讲说，是要写说以结婚为目标，但不是目的。所以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不能太目的导向这样。对，但是这是可以一个长远的目标。哦。他的那个清单很神。那我看到啊，大概都是这样啊。对感情观的。我觉得说好像20岁出头谈的恋爱，有一些是拿来认识自己，跟调整自己可能过去在一些原生家庭里面一些，不管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缺乏的东西。那你怎么看？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就先把一些不好的那种坏东西给它改掉。对啊，就是你先消毒，对，把过去的东西都先丢掉以后，然后再调整，再出发。跟朋友聊完了感情的想法，跟确定好他们的月老 list 以后，就是出发去买甜食给月老咯。今天决定买草莓大福。我们买完草莓大福，现在要去拜月老。因为遇到快过年，人真的超级多的。终于好多人，月老军团。走，今天拜的是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走，我们去买那个金纸。到的时候就要先去买金纸，然后记得是如果要买红线的话，也是这个时候就要先跟他讲说要一起买，再从头一起拜。然后买完金纸以后，就是把你带的甜食跟金纸放在一起，然后拿着香就可以开始去敬拜咯。很贴心的是，他已经把流程都已经印在墙上，让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看参拜月老的流程是什么。然后就是第一个要先拜天公，然后进去再拜城隍庙，把所有的神都拜一圈。月老会是在城隍爷旁边。这个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大家原本都会假装自己只是来祈福的，但是看到有人把手机拿出来开始念名单的时候，大家就会一起默默的拿出自己的手机，确定没有漏掉任何的条件。之后就是跟着流程走，把所有的神都确定跟他们敬拜完以后，再把香插在天公炉，前往去喝热茶喽。不能把缘分吹掉。茶就在金子的对面，不要忘记喝哦。我不敢吃好烫哦，要吸。我上次来没有这么烫真的？哇，这个缘分很热哦。他今天烧烫烫的缘分，好珍惜。喝完以后就可以把贡品收了，把金纸丢去烧哦。在霞海城隍庙都是代烧，不会自己烧金纸。的心得，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就说，让我确认的话，他的是对的人的话，就交往1年，然后论及婚嫁。所以如果不是对的人的话，你可能会交往11个月又29天。你觉得前面的成本？为什么不要设短一点呢？1年才能论及婚嫁刚好。应该开始就要论及婚嫁。我以为你就是说什么1年内可以断掉。1年内不是对的不是对的就断掉。然后1年对的话1年后论及婚嫁。可以啊，可以。然后再拿喜聘来。拿喜聘来。期待我都想好了。期待1年后。喜聘我都想好了。你要是哪个牌子？哪个牌子？红帽子。我喜欢红帽子。好，1年后期待。拜月老成功结束，成功。我觉得拜月老的重要的其实不是相片许愿说我要这个 A B C D E F H I J K 到 Z all my criteria， 而是有2个大重点。第一个是你会比较 prioritize 跟 deprioritize， 透过写 criteria 的那个过程，你会更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不要的是什么，对自己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在乎某些外表条件的人，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 ，there's no shame in that。但是你要真的知道它对你来说多重要 ，is it more important than 个性？他的生长背景、他的工作，像是他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一个人全面来说很重要的东西。那你在 prioritize 他的外表，想说身高或体重，或是体型，或是有没有戴眼镜，有没有近视，牙齿有没有整齐，其他跟你一起生长的价值观，或是金钱观，或是感情观不一样的话，那他就算完全是符合你的外表，那又如何？这些东西对你来说 ，compared to other things， 它的重要程度是什么？这些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跟自己 reconcile 的。假如说今天遇到一个不是完全符合你的人，没有特别想这件事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也不错。但是因为你今天已经在心里有个答案，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不是 what I'm looking for， 去淘汰它。但是以前的你可能并不会，透过拜月老可以自己跟自己 reconcile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you and the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in your other partner。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拜月老不是一个就是 end all be all， 你就可以一定找到你的 true love。前提你今天要得到一个感情，其实还是要经营。就算你今天找到一个对的人的话，你没有好好的去调节自己，去磨合自己的话，你不能 expect 都是磨合双方磨合那个人。So let's face it, you're not perfect. We're not perfect. Before you actually are ready to find the person that you're looking for， 你自己要好好准备你自己。你不能自己就是一个 mental mess and expect them to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or to fix you. That's not their job. Their job is to fix themselves, and that's your job too. 你跟你自己的 relationship is going to be greater than you with anyone else. You with your parents, you with your partner, you with your siblings. It's the greatest relationship. 所以你今天没有跟时间跟自己相处，或是好好的喜欢跟自己相处的话，月老找给你谁，你都不会快乐，因为你自己跟自己相处不快乐。当你准备好跟别人交往之前，你要先准备好自己。到家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补充。为了自己成为自己喜欢的人，不要为了别人成为你自己不喜欢的人，有另外一个人当做你的动力，这是很好的。但是
假如说你今天因为那个人改变了什么，如果这不是你自己本来心里就想要的事情，那你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怨恨，因为对方去做一些改变或是选择一些事情的话，不是由自己出发的话，我觉得对长久下来对感情来说都不是好事，然后你也会成为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 don't forget love yourself first， 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人了。月老会帮你配对的，因为你有 list 很棒的 criteria。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